星焰为什么冷门？第一，因为外观。当一个角色没有动人外表的时候，就会让人树立起不喜欢的第一印象。第一印象往往会带来成见，是一种刻板印象，它会阻碍玩家去进一步了解角色。而实际上，无论在现实中还是游戏中，星焰的外观都为它带来了更多的烦恼。在设定上描写星焰，身材比普通女生高大，皮肤黝黑，眼神凌厉，面露凶相，大家都会避退三舍，或者把坏事栽赃嫁祸到他的头上。那第二是因为技能设计，作为一个火元素，但使用物理伤害和火元素伤害混合的输出方式，让玩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难以权衡打火伤还是打物伤，用火伤杯还是用物伤杯。而天赋中护盾依据防御力更是成为了一个干扰选项。如果我们回到 1.1 上线的环境中，在开服之初，我想设计的思路是因为星焰自己有盾，有减抗，能站场，能后台，一个人占有太多的模型，所以在机制和数值上做了很多的拆分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在开服时期，角色战斗的设计思路更多的还是想做开放性的玩法，因此这种类似技能树选择分支的设计，最终导致了星焰在功能性上的尴尬。可以说，星焰的冷门是外观和功能叠加的后果，而玩家更多的时候是把角色当成物品，所以星焰消耗了手里的原始资源，但却用不上，那就更容易让玩家从无感，从不喜欢变成厌恶。但我觉得其实无需厌恶，换一个角度看，星焰的人设和故事写的都是相当不错的。作为一个以反抗为理念进行设计的角色，星焰的内核是反抗成见。在设定中说，星焰小时候不擅长女工、烹饪、家务，常常挨骂，但是星焰并没有放弃，反而努力的练习，因为他觉得没有天赋就放弃也是一种成见。后来云先生去他家里做客，还被这种反差吓了一跳。这就是星焰表达反抗的方式。而同样的反抗也体现在星焰知道自己的长相不讨喜，所以每天会对着镜子按摩练习，尝试让自己看起来温柔一些。那更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在天衡山顶练习摇滚，练习控制火焰。所以反抗成见就是对现状的不妥协，就是积极的去寻找突破口。其实最近2次海灯节，一个星焰 rap， 一个佳明舞狮，他们俩的故事都有着相同的抗争精神。所以如果玩家把角色当成人，认可他们的陪伴价值，那么星焰也许不是一个成功的商品，不能激发玩家体验的欲望，但却是一个成功的价值表达。我个人其实非常喜欢星焰在海岛的故事，喜欢他对于生活的态度和对热爱的执着。蒸汽鸟日报曾评价过他是一位演奏摇滚的奇才，更是一位气氛演奏大师。就连重云这样看起来木讷的方式，遇到星焰的表演也会一个箭步冲上前和他一起歌唱。试想一下，一个人如果不热爱自己，不热爱生活，又如何感染到别人呢？正如他在歌中唱到的，看湖的老太问我哪儿去留，我说玉京台的花，群玉阁的渣，吃虎岩的灯，码头上的狗，除非夜叉鬼差扣下我的魂，不然还往人海里走。希望生活在过去的你也能喜欢这曲合奏。